可以再给我一个家？别动，是这个吗？我帮你。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你坐下休息会儿吧。脏活累活由我来干，你在这坐镇指挥就行。遵命，我的指挥官。啊，怎么突然这么感慨？那你觉得住在这里会不会也很好？我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小区住，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共同的家，一个只属于我们的房子。我知道我们有过很多住所，我们一起长大的叔叔阿姨家，我的时光谷物店，还有你靠自己努力买下的 loft。 不过他们的前缀都不仅仅是我们。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家？什么？啊！哦，妈妈，你看，刚刚那个姐姐好像清了那个宫。走吧，看看这个小区会不会有正好合适的房子。盒子里有什么你想要带走的东西吗？你还这么看着我，这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不记得了吗？这个还是白鹅探长的同款。小时候我很喜欢看这部动画片，每天都在电视机前追着看。是啊，当时我们的朋友全都有了同款玩具手环，只有我没有。你就省下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了一副，又怕被我发现，还是偷偷把它塞进我房间的。
因为你太明显了，你把它藏到我房间后，就一直扒在门边偷看，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毕竟我的模特大多都是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可能是因为刚刚提到了白鹅探长吧，让我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情。就比如小时候，我们不是经常一起待在这个帐篷里，一整天都不出去吗？某人甚至连睡觉都不想离开这里，非要拉着我陪他睡。话可别说得太早。看来还是可以睡得下我们俩的。这种事情是什么事情啊？我只是想用行动验证一下你的假设而已。不过，我觉得我话好像说早了些。比起白鹅探长，现在的动作才会让我想起更多事情。想不起来吗？在这种时候记性不好，可是会有装傻的嫌疑哟。小时候你非要睡在这里，但又因为害怕，非要强拉着我一起，害得我有床不能睡，只能在这里打地铺。现在我倒是很乐意陪你一起在这里睡，如果你害怕的话。原来是这样，因为我记得这个帐篷是你磨了叔叔阿姨很久，他们才答应买给你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让叔叔阿姨买的。知道是因为你担心我不习惯，怕我不敢一个人睡觉，才让叔叔阿姨买的这个帐篷，想要以此
陪着我度过最开始那段最艰难的时光。可能是因为你对我的好太多了，多到你都没办法遮掩。你在保护我的自尊心，我也要保护你的。那个时候的你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不知道。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帐篷也带走？感觉偶尔在这里面休息也很不错。你我只是开玩笑的，但是看你这个反应，我会开始认真考虑的。怎么了？这2张照片有什么问题吗？是啊。这张是我们高一郊游给你拍的，这张是后来你想再去一次这个地方拍的。差别很大吗？你看不出来为什么吗？我今天已经提示过很多次了，所以这一次就试着自己找答案吧。要下雨了。好啊，正好，我有些害怕了。你可要陪着我，直到我睡着也不能离开。在想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慢慢来。毕竟新生活刚开始，总要做很多准备嘛。
拿回来的这些相册要怎么处理？挑出一些，可是你拿了这么多本回来。所以你还在纠结那个问题？你是想将照片墙布置在这里？沿着楼梯，看着我们从孩子变成学生，从家人变成爱人，这一路的故事，感觉确实很有意义。而且这里的空间这么大，就算到我们都老了，也能放得下。等等，这个不是的。那你也该知道，要从我这种身经百战的特工手中抢走东西，可是不可能的。哎，别，踩楼梯会很危险。只是误放进去的照片，没什么特别的。哎，小心！你没事吧？还是被你看到了。你终于知道答案了，对不对？我喜欢摄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镜头总是比人的言语更加诚实和客观。它会掩饰我看向你的余光，却也会让我的感情无所遁形。你所注意到的风格转变，大概就是因为我的喜欢会从镜头里一点一滴渗透到我拍摄的每张和你有关的照片里。你知道的，那个时候我一直错过和你表白的时机。
一直到快要离开，我终于认命，于是就偷偷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想要带到首都去。哦，你怎么现在这么敏锐？以前却什么都看不出来。那我还是觉得这样更近一些。擦汗啊！还好。毛巾已经没有那么冰了，我自己来吧。那张照片拍得太随意了，和其他的风格不太匹配。忘带了。你这是想要擦汗，还是？我先去冲个凉。时间还算早，现在开始应该能在睡觉前收拾个大概。
我在。我去开个窗户吧。原来是这样，我刚刚看了看窗外，也都是一片漆黑。还好，香薰蜡烛到了。应该很快就会来电了。哦，我还在想，你还要多久才能想起来呢？啊，怎么了？只是看到了书上有关小灯泡的伏胺特性曲线的知识点，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想自己试一试。没想到刚组装到一半就停电了。哎呀，你的语气听起来和班主任一模一样。是啊。那你能教教我吗，老师？比如告诉我，你这道题选了什么？毕竟你想读法律专业。唉，真羡慕你，你总是很清楚自己的想法，想要什么，梦想是什么。哎，要不我也选文好了，这样我们还能继续同班。哼，你的教学就这么随意的？看到自己真正想要的，那要怎么做？小心！你说的没错，当我看到真正想要的，我就会明白。世界陷入黑暗又再度明亮的那一刻，我只看到了你，像是某种预示一般。我的心告诉我自己，无论什么选择题放在我眼前，我都想选你。我只想选你会在的未来。我终于确定，这种心上缺了一块的迷茫和空虚，都是因为你。
我不想只做你的家人，我不甘心只能站在家人的位置默默转身。我想要的是更进一步，是不管世界弯来聚集，还是喧嚷沸腾，你都只会看着我。但我并不知道，当时的你是否和我拥有一样的想法，所以我不敢太靠近。现在想想，那种感情，就好像在黑夜里看见了一根蜡烛，因为向往光明，所以伸手，却又因为滚烫而担心会灼伤同行的人。是啊，当时也不好意思与你合照，只能趁着你睡觉的时候，偷偷拍下一张。不是，是突然觉得我真是个笨蛋啊。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我有属于我自己的理由。啊，你别开玩笑了。你要做什么？痒。停下。啊。
手段吗？你想做什么？需要想好的人是你。你该不会真的觉得这样能困住我吧？刚开始我只是想看看你到底能做什么。现在看来，还是不能让你乱来。你真的很想知道那张相片背后写了什么？没关系，其实我也不是想故意隐瞒你。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我为什么会成为特工吗？没错，但并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拥有它开始的。之前你问我，不给你看照片的理由是不是与你有关？其实我一直有答案，只是当时我意识到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所以没能立即开口。那就是，不管是前半生，还是即将开始的余生，我所有的理由和故事，全都与你有关。就算我的人生是一片黑暗，你也是其中永不会熄灭的光芒。这首诗我并没有完全写完，因为当时的我希望看到的那个人会自己去找后半段。我是这么爱你，见不到你的面容，我就失掉一切。我爱你，以所有的变化忠实于你。其实我也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你真的明白我的心思，我只是希望用这张照片让你能多记得我一点。但这样的伎俩现在看起来实在是有些幼稚，于是我才一直不想让你发现。是啊，毕竟我们的楼梯还有一整面墙需要被填满。那，你愿意让我们的下1分钟成为新的回忆吗？